卢老四，老子报官了，官府的人一会儿就来。你要不现在赔我20两银子，要不然就把桂香给我交出来。我没有钱，你给我几天，我一定能找到桂香。我呸！这都几天了，你找个屁呀！给钱！我真的没有钱，你就是把我抓去坐牢，我也没钱给你。求你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，别告官行吗？隔壁女人不见了。昨天这个叫王赖的人已经闹过一回了，今天又来了。隔壁婶子叫桂香，好像几天前走失了，陆叔一直没有找到。人丢了为何不报官啊？报官要钱呢，陆叔家徒四壁，没有钱，他白天就抱着孩子出去找，很可怜的。唉，伙子，在不在？杜小哥，是你啊？瓜子爷，多日不见，跛子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跛子可厉害了，跟着三爷头一回出差，一个人就抓了3个从广西来的马匪，我们现在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这么厉害啊？有本事做什么都会出色，没见过好看的人。怎么会呢？上次义庄见得多了。有事啊？有人报官，三爷让你我去办。报官的人是上河镇王家村的王赖，告着隔壁陆老四杀妻卖妻。啊，我洗把脸，等我一下。王赖告陆老四，王赖是陆老四的什么人？七舅？现在还不清楚，过去问了就知道了。杜先生可想去凑热闹？或许有你赚钱的机会。去，赚钱去啊！事儿多，陆老四穷到不敢报官，我还能挣钱？财不露手，没有也要刮层油。你做得很顺溜。官爷，桂香好端端的就不见了，肯定是被他给卖了，要不然就是给杀了埋了。你们把他给抓起来，你们一审就知道了。抓不抓要你说。陆老四，你说。7天前，桂香出城挖野菜，陈正出的门，可一直到天黑都没回来。我带着孩子在家等了一夜，也不见人，真不是我卖了或是杀了。娘，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是很奇怪。什么没有回家呀？就是你把他给卖了。官爷，你们快把他给抓起来！给老子闭嘴！叨叨的，你做主还是我做主？你是桂香什么人？我是桂香哥哥。哥哥？呸！桂香我不知道，你在王家村老子还不知道。你要有妹妹，还能活到今天，早被你卖到窑子里去了。我表妹？你说？是表哥。陆老四结结巴巴的答了，正好屋子里头的孩子哭，他慌乱的道：我去抱孩子。这2个人，一个告人，一个被告，却都遮遮掩掩的，感觉有股怪。要不都带回去？等一下。你怎么看啊？啊，跛子，你问谁？说告人，可告人者身份不明，按律先吃30，说轻了再受理。对啊，杜小哥对律法这么门儿清，厉害啊！听到没有？再遮遮掩掩，一人先吃你30。官爷，真的是表妹啊？确实是表妹。打吧，打完了不招就抓去坐牢。别打！我不告了还不行吗？我不告了。不告就去三爷处车案，少跟我们耍花枪。走吧。我限你3天，你要是交不出桂香或者拿钱，我就拿你房子抵债。陈先生。陆老弟，有事找我。先生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孩子？我出去找桂香。不麻烦您了。哎，给我照看吧，没事的。人丢了是要找，不过一人之力太单薄，你还是报官比较好。我不是不想报，
而是，先生，麻烦您了，天黑前我肯定回来。唉，也是可怜人呐。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，先生别急着可怜他。怎么了？难道陆叔真把婶杀了？不好说，他和王赖都有问题。他要一直不报官，你们就一直不管？人手不够，没办法，可知其一。七通八不通吧。宋诗考试也要考四书五经？不考，闲暇看看。市面有一本，原文对你来说太晦涩难懂了。我行，不做文豪，与人交流装作有学之士还是可以的。自信有时和夏天的阵雨一样，来得莫名其妙啊。记得练功，好好做捕快，别跟着别人学挂羊头卖狗肉。会不会出事儿了？会不会出事儿了？王赖子不是善茬啊。谁不是善茬？我刚才在城外碰到他了，他和人在打听什么，我没问，原来是找媳妇儿啊。哎，这桌椅都是新买的，九姐买的，你又骗着钱了？靠本事，用词要谨慎客观。我去喊跛子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有事儿和你们说。怎么买竹子的？因为便宜？因为凉快。有意见？有。憋着，先生说吧。大家住在这10多天，从九岩第一天给我钱，陆陆续续，我这里已有50多两，有九岩给的，也有银手和跛子以及花子给的。大家都说说，这钱怎么规划？花呀，该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用省。九岩说的对，你们都不小了，要存钱娶媳妇儿，有个家才踏实。我不娶，女人没意思。跛子哥吧，他年纪大了，应该娶媳妇儿。我娶媳妇儿不用钱。先生记账吧，进出的流水账记下来，等我们的钱存够，可以做点别的事。做什么？做买卖吗？要不然开间送行。九姐，前天花家门口的闹剧是不是你啊？我当时忙着没去看，但是听说有个杜小哥嘴巴跟开花似的，硬是把花料两家的婚事给搅黄了。前面没错，后面不对，并非搅黄，而是成全了3个年轻人美好的姻缘和未来。九姐，你不是没有考吗？现在就能理送案了呀？是不是西南里的先生特别器重你，发现你是人才？哦，忘记和大家说了，我不在西南，3尺堂杜九岩。3尺堂是不是很破很小？九姐，西南不要你吗？我们找他们算账去。良禽择木而栖，3尺堂更适合我，瞧不上西南。祝你早日高飞。现在所有的钱加在一起，还做不了买卖，先这么着，银手也不要去偷了，找点正事儿做。我什么都不会，除了偷没别的。等待机会吧，最近就在家跟着先生读书。我读书啊，我可不是这块料。我读行了吧？这可要了我老命了。先生，我回来了。还没吃饭吧？在这吃了再回去。我也吃不下，不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明天再送来啊，找人要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早点报官，请官府帮忙。哎，等等，陆大哥，正好我们有空，能不能去你家坐坐？啊，你是杜九岩？前天我在花家门口看到你了，你是宋诗？是啊。杜先生，您能帮着找人吗？你有钱？送费很贵吗？我不打官司，我就找桂香。我没钱，但我有一个祖传的东西能送给先生，真的是祖传的宝贝。我没什么用，但是你们读书人说不定有用。您看看，我爹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上面这首诗写得特别的好，以前许多读书人
都到我家来借阅这把扇子。一把旧扇子而已。明天可能还要麻烦先生帮我照看铁牛，我要接着去找桂香。王赖是桂香什么人？表哥呀，真的是表哥。我本来是想做好人好事的。杜九言漫不经心地接过他的扇子，打开扇着风。但你连帮忙的人都不说实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又不是菩萨来普度众生。杜先生，你愿意帮我找桂香？要是你愿意帮忙找，一定能找到桂香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出手就能找得到。杜先生，王赖真的是表哥。行了，扇子我收了，明天天亮门口见，帮你找桂香。多谢杜先生，多谢。你很喜欢这把扇子？做好人好事，你不懂？明天有空吗？一起修善德。你修善德，我继续苦行。立功也不想，不想做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。你这么出色，想必很想吧？小萝卜说跟着他爹有肉吃，多谢杜先生赏饭吃。客气客气。过去走一趟，发现了什么？床是单人床，柜子里女人衣服很少，门口摆着一双女士布鞋，除此以外都是铁牛的东西。这有奇怪的地方吗？奇怪啊！你想啊，既然是成亲过日子，那再穷都要打一张双人床，买几件新衣服，做2双鞋吧。我记得他们是一家4口。大儿子被王赖抱走了，就4、5天前的事儿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这种事儿不好说，等找到桂香之后再一起解释吧。爹，给你买午饭吃。我觉得陆叔肯定没钱请你吃饭。嘿嘿，我儿体贴。杜先生好。好。哎，杜先生出门呐？是啊。杜先生啊，有空上我铺子里吃饭啊，我不收您钱。空了一定去。杜先生，城外我这几天找了无数遍了。然后呢？我还去他挖野菜的地方看过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去没有，我去就不一样了。他的自信你慢慢就习惯了。这里有小路能绕进山里，我以前带他来过。上河镇在哪儿啊？这座山的山脚下就是上河镇，翻过山去就是下河镇。哦，知道了，先进山看看。就是这里。这时候能挖什么野菜？地菜和松乳菇子，进山还能找到鱼腥草。这个时候虽然有点老了，但还能吃的。沿着官道能去哪儿？最近的城就是新化了，有200里路。这和找人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山的背后有村吗？我们顺着山路绕到背面去。翻过去就是刘家洼。那位捕快大哥贵姓？哦，不知道，我和他不熟。这里我来过，我去打听。哎，想送命就直接去。不会啊，这我来过的。杜先生觉得有危险？哪里有危险？我没看出来啊。穷乡僻壤，房子破旧，但门口却亮着5颜6色、花枝招展的衣服，不古怪？歇会儿，等跛子来了再说。陆老四听着，顿时惊出一身的冷汗来。刘家洼穷，听说村子里头有1半人都在要饭。这么穷的地方，居然穿这么鲜艳丝绸做的衣服，要知道1匹绸最差的那也是要3、5两的银子吧？难道桂香被他们？杜先生，您为什么？桂香在城外失踪的，她要是再进城，想必你应该打听到了。既没有，那人必定还在城外。再说这里，如果他是被人拐走或者害了，那么从他挖菜的地方离开，往南要过河，往东是官道，青天白日就算是马车也会有目击者。那么最隐蔽的路就是往西进山。我原也只是排除法怀疑，现在看到这个村8、9不离10了。
就等跛子回来，看他可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怎么了？这个村有问题？你发现什么了吗？你了解这里吗？刘家洼一共60户，其中31户分散在外要钱讨饭，住在村里的也就20几户，都是老人和孩子。上个月这里的里长还去县衙求朝廷赈灾，因为春天播种的种子被鸟吃了，所以地都荒了。你怀疑这里？衙门答应了，估计就这几天会有消息吧。你想借助衙门？你做了几天捕快，对衙门的事情倒是门儿清啊。衙门里的捕快来查喽！干什么？这不是要打草惊蛇了吗？嘘，等。没有人出来。杜先生，好像没有用。我看我需要去和三爷谈一谈了。找焦三爷？您刚才为什么吼着一嗓子？寻常百姓听到捕快来，必然吓得乱阵脚。可这个村这么安静，不是没有人，就是故作镇定。那杜先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回家等我消息，我去找焦三谈条件。杜先生，我不想报官，我只要找到桂香就好了。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桂香的失踪十有八九和这个村子有关系。这个村背后有什么实力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想要凭你我之力，可不容易找到人。合作这么愉快，这次我得多拿点。你认为这次能挣钱？我有感觉，这个案子我们能发一笔。杜先生，您真的能找到桂香？你说什么情况下女人的发饰容易掉呢？杜先生，这个村为什么绑女子？那些花红柳绿的衣服应该就是很好的解释了。没有特殊需求，就算再浮夸，也不至于一个村的人都穿得这么鲜艳。不是刚在花家挣了钱吗？又缺钱了？这和缺不缺钱没有关系。作为百姓，我有义务帮助朝廷破案，保护百姓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。你少和我装清高。不过陆老四不报官，衙门就不备案，你又只有这么点线索，确定没问题？我何时骗过你？保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小子狡诈，爱钱爱名，还市井无赖，但不得不说他的脑子很够用。刘家洼的人一直本分，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闹着要钱，没出过什么事儿。你确定不是耍我？合作就是要互相信任，您这态度没法谈了。行，老子这就带人去，就当做好事助人为乐了。5-5分。我呸！我带人去劳累几日就得5，你出一张嘴就想薅一半，你小子还要不要脸？您知道这年头嘴和脑子最值钱。你小子蹬鼻子上脸，穷得死，有点眼力劲儿。都不叮嘱我注意安全，不够意思。我请杜先生帮忙，却又不肯说实话，先生还不计较，愿意帮我，我实在太不厚道了。哎，你不要这，都是邻居，互相帮扶是应该的。不过你要是决定报官，我看就不用了。衙门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你不报官也行。可是，先生，有的话我不说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我听您的，不打扰先生休息了。你为什么不让他说？或许真相和你想的不一样呢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请听明侦明捕快慢慢分解。9哥一如既往的自信啊。我娘说做事不能半途而废的啊，所以自信也不能半途而废。你再不好好读书，连小萝卜你都不如了。先生，不是我不读书，是他们母子太狡诈了。9哥说啊，他准备把这院子买下来。他这样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他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。我们也要像跛子那样努力啊。大家能在一起是缘分，可我们这么多男人，也不能全靠9言一个女子养着。不然我再去干一票大的吧。去，睡觉去。9言可说了，
你若再偷，就剁了你的手挂你床头，每日让你舔一遍，警示自己。睡觉了，剁手就剁手，还要每天舔，这话也就他能说得出来。杜先生，我们今天还去找吗？要不要进那个村？今天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里等消息。等消息？要不我去报官吧？桂香的性命重要。不用，昨晚焦三爷已经带人去刘家洼了。要是这样还找不到桂香，那你再报官。不过只要他还活着，那找到人不费劲。铁牛，娘的儿啊，铁牛！桂香，恭喜三爷出师大捷啊！您为民除害，维护社会治安，是人民的好公仆。什么好公仆啊？一半你小子的份儿。嚯，收获还真大。今天别走了，中午留这儿吃饭喝酒。三爷，您请坐。你儿子啊，还真是像你。骨血至亲嘛，人在哪里找到的？不容易吧？窑子里，老子都不晓得刘家洼在那个地方卖女人。永州的窑子真是日新月异呀！哼，老子自诩见过很多世面，但昨晚也是头一次看见那样的窑子。门面很小，在外面路过要是不留意根本发现不了，可只要一进去就发现内有乾坤，里面外面就是两副面孔，富丽堂皇，纸碎金迷呀。楼下是赌场，楼上是窑子，里面的姑娘都穿着肚兜，光溜溜的套着个裙子，路过的男子只要给钱，甭管墙根还是厨房，随时随地都能。这些东西铁定是从贵王那边传来的。院子里还关着10几个，各式各样的，有的甚至被打死了就丢在门口，等着丢在山里喂狼呢。这么嚣张，没有人管吗？哼，衙门里的事你们不懂，不是想管就能管的。还是少阳好，有三爷在，至少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有那么多恶心人的事儿。哼，就知道说好听的给我听，我累成狗样你就动动嘴。你也别瞪着，你娘们没接客，救他的时候正被吊着打呢。桂香，多谢杜先生，谢谢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谢三爷和跛子哥。谢谢三爷，谢谢跛子哥。谢谢三爷，谢谢跛子哥，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恩大德，这辈子报答不了，下辈子当牛做马一定报答。行了，人回来就行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要不是杜小哥，我也找不着那地儿。焦三在刘家洼搜了很多钱，所以在名声上他就让一让，更何况这件事并未过明路，所以不提也罢。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哎，安哥呢？安哥被王赖抱回去了。啊，抱回去了？王赖他来过了？刘老四，给我开门！你躲得了今天，你躲不过明天。我去，你在这里待着，别怕。就算是衙门的人在，那又能怎么样？她是我媳妇儿，我带我媳妇儿回家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陆老四，你就不要再耍赖了。我可是告诉你啊，咱们签的3年之约10天前就到期了。这事儿你就算是说到天边去，都是你没有理。把孩子丢下，跟我回家。不，我舍不得铁牛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才回来，你给我几天时间行吗？好苍呐，当老子不存在是不是？拉拉扯扯的把话说清楚。三爷，我没有做犯法的事儿，我就是来带我媳妇儿回家的。你不要当老子是傻子糊弄，你做的什么事儿别人不知道，老子可门清儿。可是三爷，就算是您罚，我也要带她回去，她是我媳妇儿，那跟我回家，那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求求你们
求求你们，铁牛还这么小，没了娘，他可怎么办呢？爹，王赖为什么要带走铁牛的娘？铁牛没娘很可怜的。桂香婶是王赖的妻子，他将妻子点租给陆四叔3年，现在3年约满，他来要人了。租？那铁牛怎么办？陆老四，你来说，你说我说错了没有？我有没有骗你？我有没有害你？烦死老子了，屁大的事儿！也不晓得县太爷什么时候才能来。这一个县的事儿都给老子管，老子又不是县太爷，凭什么呀？要不是看在杜九言又给老子找了钱，老子是一眼都不会多看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桂香婶愿意和陆四叔在一起，你快走！他愿意有个屁用啊！九哥，他们好可怜，你帮帮他们。爹，你帮帮铁牛吧，他不能没有娘。桂香啊，按大周律、户律、婚姻、典故妻女条例，你现在可以告官，由官府做主，他们这样是犯法的。告官也没用，该罚的罚，罚完了物归原处。别怕，我会帮你。想要和离，总有办法。有人帮你打官司，你告不告啊？要告，老子今天开例，陪你去衙门。告官，你要是敢告老子，老子就将你们2个儿子全他妈弄死。告吧，桂香婶，你告官吧，我们九哥一定会帮你的。不，我不告，我不能告，我不跟着王赖，我又能去哪里？和离，和离之后我成什么人了？我就是这个命，女人就是这个命。更何况王赖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，更不会放过孩子。我不告。多管闲事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个臭娘们儿，你在外面待的心都野了是吧？等回家看老子怎么弄死你。桂香，等等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3爷都不管，你少他娘的多管闲事。孩儿他爹，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我就管闲事，你拿我怎么样？我帮你，你也不告。不，我不告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我的命。滚！没想到你还挺善良啊。不过这种事儿你好心也没用，他要是烈妇，早就该撞死保全才对。无能为力啊，桂香她自己都接受了。作为外人，我能做什么？我把桂香的东西收拾了，给她送回去，一会儿就来接铁牛。陆四叔心里难受，铁牛太可怜了。可怜人必有可恨处，他逆来顺受，任由人摆布。你若帮了，便是多管闲事。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所以才不让陆老四去告官的。看陆老四家里的摆设家具，就不像是过日子的人家。你呀，也太聪明了。别伤心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命啊。先生，我没有伤心，你不用安慰。哼，嘴硬。往后我会多关照铁牛的。我粗粗估算一下，这里大概有1000两。1000两！赶紧啊，把钱收起来，明天就放钱庄里去，别给贼惦记了。这样我们就有2100两。吃过饭就请房东来谈买房的事儿。九哥，我们真的有家了吗？以后就算你挣不着钱，我们也不会被赶出去了，是不是？虽然你的话我不爱听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九哥不会挣不到钱，你一哭就口不择言。楚哥，
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屋顶也随便你爬。好处这么大，那不如你和我一起爬吧。不要，我要跟先生读书的。懒，有的事值得做。我去衙门了，如果没事，我会买2张床和书架回来。脖子哥，我想要一个绣架，还想要针线，行不行啊？跛子哥，我要书。知道了。我也走了。儿子，我们去3尺堂。爹，我今天因为铁牛特别不高兴，可是现在又特别高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买房子啦，这个钱应该花。爹，我们有家了是不是？邵阳杜氏红林。还有杜九爷。爹，刚买了房子，我们应该节省点儿，你不能这么没节制的花钱。下午很无聊，吃点东西打发时间。你已经抠成这样了吗？这钱是谁挣的？我凭什么不能花？好了，依着你了，你想吃就买吧。老板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这孩子，成，给你便宜1文行不行？1文也是钱。谢谢老板。真会过日子啊。杜宗师，别来无恙啊！廖公子，好巧啊。巧什么？哼，最好此生不相见。嘘，这话要是被别人听见，还以为是我负了你呢。别急，你的账我记着呢，以后总会有机会清算的。叔叔，其实我爹是帮你呢，要不然你真娶了花小姐，将来你的生活也不会美好的。是吗？那我可就要多谢杜先生了。无妨，小事一桩，不必记挂。我爹很大度的，叔叔你也大度点。我还有事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周如兄，我们走。他就是杜九言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儿子倒不小了。哼，你不常来，所以不知熟心的闲话，什么样奇怪的人都有。是吗？表少爷，老太爷知道您来信话了，所以请您过去一趟。廖兄，看来今日是不能吃饭了，我们改日再约。不着急，改日我再来找你。老太爷，好好的东西就放在阁楼里，都没有人上去，怎么会不见它？难道是长翅膀飞走了？爹，这家里的下人都问过了，这大家都没有上去过，更何况钥匙一直在您手中，就算有人上阁楼也没有办法进去啊。那你说我的箱子呢？东西不翼而飞，作何解释？哎呀，老太爷您别生气，姑父也不想的。更何况阁楼一直锁着的，大家都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，那丢了什么就更加不会知道了。家里这么多人都会丢东西，可见他管家不力。盗贼向来神出鬼没，就算人多也是防不胜防。要不您看我去报官？报官就不用了，你不来我正要让人去请你。你向来聪明，稍后去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。这是要让我找了？那我试试啊。不过箱子是什么样的？里面是什么呢？是口白梨木的大口箱子，箱子盖上刻着鹿字，里面装了2千两的白银，是我这么多年攒的积蓄。我记住了，这次我多住几日，一定尽力帮您找。辛苦你了，此次来新化有事？本是来吃喜酒的，现在应是吃不成了。那正好住在家里。九爷，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又接案子了？你们接这案子了？接到了。钱兄接的案子，这不错呀，你们算是正式开张了。是个婚嫁的案子，本来是来找你的，但是要上公堂你又不行，钱兄就接了。
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3指堂的规矩你不知道？看来不饿肚子，人的底气就足了。你还想不想要我们的推荐名额了？你要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就是浪费这个名额，也不会将你报上去。今天就开始报名了。昨天还有人来问我们的名额卖不卖。名额能卖几两银？就不是银子的事儿，是你摆明在利用我们，在嫉恨我赚钱不分你们。你要一直这个态度，那我也不用热脸凑着。名额既然能买卖，那么3尺堂于我而言意义也不大了。前兄莫急，有话好好说。说什么呀？当初可是他求着我们要留下来的，你们2个就是墙头草，有没有骨气？九言很好的，道安兄你不了解他。他哪里好了？除了吹牛和骗人外，你看到他哪里好了？那就一拍两散，就当我前些日子一部分的馒头喂狗了。你们听，他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九言别走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你不还说要带我们奔小康吗？我们还没奔小康呢。道安兄，你吵不过他。道安，周相公来了。钱先生在吗？周相公，我来问问，诉状有没有递上去？什么时候上头的批文会下来？县城大人什么时候能开堂？诉状刚刚递交上去，按时间10天内就有批文下来，届时县城大人就能开堂办理了。你放心，案子不会有任何意外。哎，杜先生，您回来了，您来了就好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周公子，前2日有事，实在是抱歉。上次在花家的事情，您办的实在是妥帖，当时我就决定来找您。哎，杜先生，我这送案您看到了吧？您可觉得哪里不妥？还需要什么证据？我肯定能赢，对吧？凭什么？我可是有证的宋师，而杜九爷什么都不是。这下子好了，这小子更加得意，耀武扬威了。还没看呢，我才到。不过打官司呢，不到最后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至于证据，有钱先生把关掌控，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虚伪！有您这番话我就放心了。我今天也听说了，吴家请了西南宋行，他们居然还请宋师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居然让我娶尼姑，这不晦气，诚心恶心我吗？咱们一切按照流程手续办，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，绝不会让该受到惩罚的人有机会去逍遥。有您这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这就回去等消息。钱先生，那就拜托您了。我现在回家去，您若是有事，尽管去家里找我。好，您慢走。九言，今日就开始报名了，你可准备好了？考试而已，有什么可准备的？有自信。那我这就去给你报名，毕竟这馒头不能白吃你的。那就有劳了。不是不要名额吗？怎么又纡尊降贵了？周兄说的对，馒头不能白吃。无耻！钱兄脾气就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而且他最近有案子在手里，比较着急。要不我们研究周相公的案子？正好没事儿，拿来看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案子不难打。我觉得不难。女方无理毁约，肯定要退礼金的。这可不一定。我觉得这个案子你们要亲自去一趟安庙，见过当事女子才行。为什么要见当事女子？和她有什么关系呢？她是当事人，总是要见一见的。律法中没有一方出家的条例，该如何判定？还有，最好能查一查对方家底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去提醒钱兄去，让他去见见吴小姐。九言说的对，你去见见这位姑娘，说不定另有隐情呢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婚嫁之事，他岂能做主？更何况问了又如何？未出阁的女子不得允，不能上公堂，所言又无用，多此一举。你去吧，我再仔细看看宗卷。依我的直觉，
这案子不接也罢，如果要接，就要多查探一番。他这是报复。周伯伯，报名顺利吗？肯定报上了吧？报上了。九言，你是不是得罪官学了？怎么我报名就那么多刁难呢？是有点矛盾，不给你报名？那倒也不是，就是刁难我，多办了几道手续，跑了个几间房，可累着我了。这些人啊，一看就是公报私仇。看来你在西南的名声很响，几乎人人看到你的名字都面露异色。辛苦周兄了。不过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这场考试就更加要准备充分了。他们很有可能在考场刁难你，这笔试倒是无所谓，可第2场抢分和第3场真案辩送时就会刁难你。只要是按规矩办事就行，其他的到时候再说。谢谢周兄啊，我回去睡觉去了，等考试的时候再来。还有，再提醒一句，那案子查探清楚比较好。看判读，准备去西南考试？这几天我很闲。有出息啊！哎，带杜先生去卷宗房去，以后他来不要拦着。是。等我考上了，请你吃饭。快考，考完了跟着我挣钱。多谢三爷提携。何时开堂？明天、明日你们和我一起去。第一次有些紧张。肯定要去。那我要去喊九言一起，他肯定也想看。我也去。喊什么？他这都11天没来了，分明就是利用完了想甩开我们。看你们没出息的样子。九言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随他们吧。我在这准备准备。我们3尺堂的第1桩送案，必须要赢。青天老爷，求您做主啊！肃静，嚷嚷什么？郭先生今天为他送鞭。是学生。好，既然2位都请了讼师，那就开始吧。此玉镯是年前吴川交给周府老爷周保安的儿女定亲信物。此婚约不但有此信物，亦有邻居蔡某做媒证，文书信物证人如今俱在，婚约乃是不争之事实。安婚期，我的委托人周瑶在这个月初6上门提亲，却意外得知吴府小姐在上个月已在城外龙门庵出家剃发为尼。按大周律、户律、婚姻、男女婚姻条例，女方不履行婚约便视为毁约，当退还聘礼，婚约作销，男女各自互安。所以请大人明证，使吴川退还聘礼，从此各为嫁娶，互不干涉。什么悔婚？你与周家定的儿女婚约，你反悔了？没有，一女不二嫁，绝不反悔。吴川态度一直诚恳，从未说过不嫁女，也没有表示要反悔婚约。如今是周瑶无辜告官，要取消婚约，拿回聘礼。试问，到底是谁在违背婚约？郭先生，你这话就是强词夺理。周瑶为何要告官？那是因为吴家小姐私自出家为尼。试问，谁能去娶一位皈依佛门的尼姑？这还不是吴家悔婚？请问周律哪一条可以作为依据？女方出家便视为悔婚？哪一条呀？周律中确实没有，但律没有，情却在。情律从不曾分开。若换作郭先生，你可愿意娶一位出家的尼姑为妻？更何况吴家小姐并不愿意还俗成亲，若周瑶强娶，便视为强娶，这岂不是真正的触犯了律法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儿女做主婚姻呢？吴川作为父亲，他既同意，那么周家就不算强娶，这为其一。其二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吴小姐出家本就不符人之常情，周家就更加不存在有违律法了。以上情理俱在，周家大可去安庙娶亲，若安庙不放人，便告他们强留民女。郭先生，
还请大人明鉴。此案有2罪：一罪养女不孝，招婿不忠；2罪亲家不守信，安庙不守规。请求大人，一则吴小姐不孝，2罚周瑶悔婚无信，3斥安庙不守庙规。以上种种，我的请送人吴川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他年老体弱，家有幼子，却还要上堂被告，受人诽谤，实在可怜可气。所以此婚约依旧有效，若周家悔婚，聘礼自当归吴家所有；若周家不悔，那就请去告那安庙，迎娶吴小姐为妻，求大人判决。郭先生打得漂亮！一边倒啊！这位钱先生没见过，实在不行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钱兄，你说话呀！什么去告安庙？你让我娶尼姑，你怎么不去娶？周相公，有婚约的是你，现在权力在你的手上。安庙无辜收你的未婚妻，你应该告安庙，而不是来纠缠我的请送人。吴小姐是他女儿，我当然要告她。吴小姐做错了什么？吴家做错了什么？你以什么理由告？我且问你一句，若是吴小姐还俗，你娶还是不娶？不娶。那就对了。各位，你们都听见了啊！就算吴小姐还俗，她也不会娶，这表示她根本就是有心毁约，跟吴小姐是否为出家人毫无关系。真正悔婚的人是她，是你想悔婚却倒打一耙。莫说退聘礼，我的请送人要是现在反告你悔婚，那按律你杖责80，聘礼归吴家所有。你可想好了？哼！我就说，请西南的人就对了，钱花的值。哼，那个钱送师根本没他说话的份儿。此案很清楚，周瑶，念你奉公守法，本官也不难为你。你要是不悔不告，本官就派人跟你去一趟安庙，将吴小姐接回来。如果你要悔婚接着告，那你的理可说不通。届时聘礼归吴川所有，合情合理。这个宋师上堂没几句话就被郭任田压得死死的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这钱先生也太没用了，上来就被郭先生踩死。是啊，这3尺堂就是上次给花家办案的那个宋行吧？杜先生怎么没有来？他来说不定还有点看头。是啊，这种变送一点看头都没有，没劲。此案若不调查，不接也罢。我不该接吗？我错了，怎么办？秦兄，你有东西忘记了？什么？九言给的。修堂，择日再审。修堂？可修堂是有规定的，只有人证或者物证没有到齐的前提下，才能提这个要求，否则傅涛不会答应的。杜九言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但是现在回想，他虽说话很尖锐，但却不是无边胡扯的人。大人，我请明日再升一堂，重辩。人证物证皆在，你没有合适的理由，不可。如果不修堂，这个案子我就彻底输了。他把那纸条死死地攥住，正要揪成团，忽然发现在那纸团的背后还写着一行小字。他眼睛一亮，大人，此案涉及吴家小姐，她不来，这案子不能结。钱道安，你读律没有？周律规定，除了通奸罪未出阁的女人不得上公堂。吴小姐现在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没有男女之分，当然能上。聪明了呀，这理由倒是可以。明日将吴小姐带上公堂，说明理由。那就明日开堂。你就是杜九言？你谁呀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并非宋师，居然给宋师出主意，可真猖狂呀！这么紧张，是怕了？狂妄！那我就等着，看你明天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不过提醒你一句，这是公堂，不是你信口雌黄儿戏耍宝的地方。多谢提醒，我们输了是应该的，郭先生输了可就丢人了。要是我，这案子我断不会接，多亏呀。很亏哦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无耻小儿！别怕啊，今天只是第一天，明天记得再来观看，一定精彩。钱先生不行，杜先生你可要努力啊！努力，三尺堂绝不会输的。九爷，你怎么才来？刚才真是吓死我们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好办法了？感觉如何？我刚才多谢你。难得呀，这么谦虚礼貌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大意了，以为证据很全，十拿九稳。现在案子弄成这样，我太小亏了。多几次就习惯了。周相公有马车吗？有啊有啊，杜先生，您要车做什么？我这里去找。杜先生，刚才修堂是您的主意吧？您是不是有办法了？有没有办法，去了陇梅庵就知道了。时间不多，有话路上说。是。我以前那么对你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当然是我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当然是我菩萨心肠，当然是我善良可亲，这还用问？我爹大度善良，没错。你进过陇梅庵吗？去过2次，但那些尼姑根本不让我进门。那我们来不是白费功夫？阿弥陀佛，庵庙不接待男子，请走吧。哼哼，我们受命来请吴小姐，现在是礼，稍后我们会做出什么就不知道了。把她找出来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流氓！杜先生，你这也太横了吧！哼，佩服。客气是对客气的人，其余的没必要。还说菩萨心肠，漂亮啊！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儿子，帮爹去给菩萨磕头去，告诉菩萨我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。菩萨，我爹来办差，他很敬重您的。爹，菩萨答应了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不就认识了？等你还俗成亲后，会更加熟悉。这人是宋氏吗？分明就是流氓无赖。我不会还俗，你们这样就是对菩萨不敬，请立刻离开。我儿子已经和菩萨言明了，这点不用你操心。宋吉义，小美人交给你了。哦，你想干什么？打你。你的意思，令爱并非真心想出家，而是在逃婚。确实如此，小女只是暂时出家，等和周家的婚事作罢，再让她还俗。你们这是骗婚啊！嘿嘿，郭先生，事成之后，我还有重谢。郭润田被人骗了，他脑袋瓜子嗡嗡直响。郭先生，案子已经到这个份上，你要是半道收手，别人还以为你怕了呢，是不是？我要是你，这案子我就不接，太亏了。这件事，我希望你烂在肚子里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郭先生放心，压根儿就没有这事儿。上堂。原告和钱宋氏呢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属下这就让人去看看。不会是吓得不敢来了吧？肯定是的，昨天败得多难看，今天哪还有脸过来啊？郭先生，三尺堂不战就输了。怎么说？大人，三尺堂的5位宋师都宿醉未醒，只有杜九言清醒，属下就带来了。宿醉？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你是三尺堂的人，钱道安呢？官司还打不打？信不信本官立刻治罪你们？大人好，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只是个秀才。大人问话你就答，哪儿来的废话？哦，来肯定是要来的，只不过昨天我们去安庙，谁知道吴小姐和周相公一见钟情，当即就决定拜堂成亲了。这不，大家喝了一夜的喜酒，都起不来了。不可能！你们见我女儿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只要周相公将她从安庙弄出来，就可以成亲了吗？现在多好，
皆大欢喜呀。月娟在哪里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他们已经成亲了。吴老爷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呀。什么泼出去的水啊？月娟是我的摇钱树，我不可能同意嫁。你把月娟交出来。有话好好说，都是一家人吗？谁和你是一家人？就算要成亲，那也该是3媒6聘，拜天拜地拜别父母。你们这样成何体统？有聘礼，有媒证，虽父母不在，可佛祖在上，天赐良缘，体统很正啊。没有父母在场，你们就敢娶亲洞房，我要告你们诱拐。父母要看洞房，这口味很重啊。哎，杜先生，父母可看不得，我们可以呀。哎，事儿能做，话不能说哦。粗俗！大人，婚姻讲究父母之命，我们要求见吴小姐，以确认杜九言所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现在怀疑他们绑架诱拐吴小姐。有些道理。大人，年轻人干柴烈火，又有婚约，早点办事儿，早点抱孙子啊！谁要抱孙子？黄口小儿，休要胡言！吴老爷，你这么激动，是另有原因吧？什么原因？骗婚啊！吴小姐去年5月在平阳出家，今年在邵阳出家，每次出家前都要订婚，出家后又退婚。我想不到，除了骗婚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？你信口雌黄，没有证据你便是诬告。大人，有没有证据？去平阳一查就清楚了。本官会查证的。查就查，但若没有其事，你当如何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负责提供线索，大人会查证啊，这是宋师的权利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撤诉，否则你可真要人财两空了。你在恐吓我的请松人。郭润田，我也劝你一句，我要是你，这案子我也不要打了。有的东西掉了，可就再也捡不起来了。郭先生，你说话呀！大人，杜九言并非宋师，他并不能上公堂辩讼，他说的话都不作数，请大人传令，让钱道安和吴小姐到场，否则他们就是违律，请大人治罪。我只是来传话的，是你们让我说话的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是啊，杜先生都说了他不知道的。行了，快喊你们宋师带着证人过来。大人，他们这会儿应该在来的路上。行不行啊？这么一闹，回头傅涛会治罪的，这可是藐视公堂，对朝廷不敬啊！肯定行啊！你们会不得好死！更可恶的是，那个无耻的杜九言居然也审我，他连宋师都不是，凭什么审我？等去了公堂，我一定要告他！爹，这般宋师欺负我，还连夜审问我，女儿到现在都没有睡觉。你的脸，他们打你了？就是他打我的。你等着！杜九言说，昨晚你和周瑶成亲了，可是如此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就不停地和我说话，不让我睡觉，并没有成亲洞房。那就好，你果然只剩嘴狠。辩吧，郭先生，你先说。周公子，你可知你昨晚的行为已犯下了大罪？你不要恐吓误导我，我没有。你私自从安庙将吴小姐拐带出来，按律法条例，你这是拐带绑架，且和知法的宋师一起罪加一等。你危言耸听，我奉命带证人下山。郭先生，昨天的话语犹在耳，我们接吴小姐下山，可是有大人允许，何来拐带？安庙同不同意，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。大人，我要求将陇梅庵的师傅请来谈问，我怀疑他们就是绑架拐带。可以。大人，传唤安庙师傅确实可以，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个案子，应该再立案。当然不是另一个案子，周瑶是否有罪，这关乎他的人品。若他被定罪，那我请送人就不能将女儿嫁给他，这样的婚事一律便就可以取消，
钱先生一来，三尺堂的事就弱了。可惜了，杜先生不是宋师，不然今天这官司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他正男方作奸犯科，你正女方骗婚讹诈，脑子呢？我走前和你交代的。师傅。慧珠师傅，你可认识这些人？告诉大人，昨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？见过。昨天下午，他们来找明珠，他们离开后，明珠就失踪了。我们找了一夜也不见明珠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他们将明珠强掳走了。可有证据或是证人？陇梅庵31人，皆可作证。大人，光天化日掳人拐人，简直目无王法，请大人治罪。求大人替小尼伸冤。你们还有什么可说？郭先生也太厉害了，这3两句又将三尺堂压下去了。三尺堂还是嫩了呀，哪可能是郭先生的对手？他虽年纪不大，可已经是经验老道的宋师了。杜宋师，杜先生，加油啊！公堂之上，岂容你胡闹！住嘴！周瑶嗷的一声，捂着被杜九言掐得生疼的后腰，眨巴着噙着泪珠的眼睛上前来。大人，昨夜吴小姐调戏我了，我要告她调戏良家妇男，还我清白之身。大人，我们要告吴小姐有失妇德，调戏弱男，求大人做主。这个杜九言果然奸诈。告呗，既然你要扯，那大家一起扯。大人，求您给我做主啊！这搞来搞去，案子跟麻花一样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现在本官在审什么案子？都给我闭嘴！接着说婚事，再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扯别的账，就都给我滚出去！大人，高仁田，你也闭嘴！大人，杜九言并非宋师，不能留在公堂呀！转了。大人，临走前，学生有疑问，想要请教。不行，他不是宋师，这公堂上他没有说话的权利。我和大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大人学富五车，学生又正要考试，难得的机会，还请大人给个机会。问吧，不准扯东扯西啊！问完就走。是。学生想问的是，顺天2年3月12的一场官司，当时是毛县令坐堂审问，案子呢是一件杀人案。甘肃蒙烟柱在村中杀了隔壁邻居后，下落不明12年，12年后在邵阳县被抓。此案一审判斩立决，送朝廷后，各位大人合为情时，当年秋天便斩了。大人可知道这12年，杀人犯蒙烟柱在做什么？他出家了。大人，您说这案子判得对不对？此案已经核实无误，当然是对的。原来如此，那为何杀人者幡然悔悟出家修行，却要依旧担负责任，而吴小姐出家后就不用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吴小姐就没有犯错？郭先生，你要多读书啊，理解能力太差了。你，大人，学生的意思，只要是个人，就要对他做的事负责。杀人者偿命，订婚者履行婚约，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此案若大人判吴家无罪，不归还周瑶聘礼，那么今后将会有无数的女子打着定亲的幌子，与男人定亲索要聘礼，转头却去出家为尼。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出家后算不算悔婚，这是个极好的例子，是全天下骗婚者之楷模啊！只要露上几分娇颜，便能骗上1000两的聘礼，这比红楼里那些夜以继日的姐姐们的钱还要轻松啊！以上乃学生拙见，请大人明辨。杜先生说得好，对，一定要杜绝这种骗婚的事情，否则以后我们谁都不敢成亲娶媳妇了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！
大人自有明断的。大人，学生浅薄，还请大人赐教。大人，这是个例，杜九言危言耸听啊！郭先生，你速速派人去平阳核实，查问此父女二人可有骗婚前史。是，你走一趟，快马加鞭。是。吵吵闹闹2日，本官今日被一个秀才点醒，实在是惭愧。哎呀，男婚女嫁本是你情我愿，见前因虽未核实，但两家已对簿公堂，势如水火，再强加轻视，难免增添不幸。现本官判定，解除两家婚约，吴川立刻将聘礼1000两银退还，当堂兑现，由本官作证。回家取钱去。草民无话可说，一切听大人吩咐。给周瑶将吴川、吴月娟以及慧珠分别关押，待案情进一步核实后，再请周瑶到堂作证。退堂。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，贫尼何罪之有？您不能关押贫尼。有没有罪谁知道呢？我看你和他们父女一伙的，否则你为什么轻易就收了吴月娟做徒弟？哎，郭先生，这就走了，不多聊几句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哼哼，你没有，我有啊。你犯贪欲邪念，助纣为虐，但凡传出去，就够你吃一辈子粗糠咸菜了，是吧？你信口胡言，信不信我告你污蔑？不要开口告我，闭口污蔑，律法也不是你这么用的，你这是浪费国家资源。杜九言，你不要太嚣张。难怪丁自祖，你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相当之差。往后见着爷绕着走啊，否则不要怪我掀你老底。相信我，只要我想掀，连你蟹裤都能翻出来。哎，杜先生，这什么老底呀？嘘，此事当作不可说啊。爹，爸，我爹和钱伯伯赢了宋案，大家同喜啊！伯伯叔叔们，有事就去3尺堂杜九爷。有事就找3尺堂。半天不到，全邵阳的人都知道3尺堂杜九言赢了西南的官司，不但赢了，还赢得特别漂亮。高调张扬，九言兄，在下佩服。杜先生，在下就告辞了。将来若有事用得上我周瑶的，我一定甘当徒弟，没有二话。再会。我送送你。爹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，然后办到我们去买鞭炮了，没听到最后一点，你和我们说说呗。我说，别，等你说完，天都黑了。九言，这次送案虽是我接的，但并非我的功劳，所以送费理应归你。不用，我只拿我该拿的钱，案子是你的，帮你是我闲的自愿，所以不存在拿送费。可是事情主要都是你在做。我解释过了。以往是我误会你了，在这里给九言赔不是，还请九言宽宏大量，原谅则个。往后少气我就行了。其实杜九言这个人，不了解的时候是觉得他很猖狂，目中无人，可等丢掉偏见，认真去和他相处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他是个很有原则主见的人。有问题的其实不是他，而是我们。从一开始我们就因为他没有送诗牌，只读了2天周律而以为他吹牛，其实并不是，他从不曾撒谎，只是我们不信而已。好，我有意见和你提，绝不会胡乱气你。可以，今天很累，我回去休息了，还有5日便考试，我得回去准备了。准备什么？读书？睡觉。晚上我们是不是能大吃一顿？明天吧，等九言来了再吃。
等他做什么？他虽没拿送费，可他得了名。先还债，还了以后咱们买肉回来吃。哥，你以后不准弃九言，要听他的话，没有他，你就没肉吃。对，眼下这是事实。启昌，九言聪明有经验，听他的不会有错的。疯了，都听他的，等哪天他把你们都卖了。有人在吗？你找谁？我找三尺堂杜九言。